大家好，天堂紀念版今天又是吃瓜看戲的一天。然後呢，今天的瓜依然是近期最多事情的水蛇伺服器。簡單說，就是一個可能是交易群商人利用名人招牌斂財，並且涉嫌洩露個資的八卦。這篇文章說到水蛇的交易群有3個群組，其中有一個人掌握了2個群組。但是呢，這個人的作風越來越奇怪。一開始，這位交易群的商人打着熱心助人的理念，提供代保競標的服務，當時僅收取小額的金幣或台幣。而且這位商人也會拉大咖來背書，例如小窮神或平民百姓，利用2名較為出名的人物建立起信任度。隨着知名度打開，遊戲內的局勢改變，開始有盟與盟的對立情況，也將一開始熱心助人的代保競標交易服務轉換為商業模式。然後這位商人呢，也在群組中有意無意的貶低小窮神，目的是害怕無法獲得敵盟及中立玩家的商業利益。接着呢，就是在第2大交易群組實況主小麥退遊之後啊，開始散布小麥的八卦與黑料，借此獲得第2交易群組。還有在小麥退坑之後，原本親口說會把遺物賣掉並捐出去，該名商人啊卻指責小麥繼承人家的裝備繼續玩，結果沒多久就退坑賣掉，暗批小麥沒有誠信。接着這名商人呢，因為經手代保競標的過程中，也掌握了不少人的相關個資，卻涉嫌將個資外洩，像是個人賬戶啊、姓名，還有 LINE 的相關資訊，還有遊戲內愛心盟打王的資訊跟其他競標資料。然後還有另外一位爆料者推測說，這些資料會外流，就是這名商人所為。因為愛心盟吃王寶物都是盟內競標，該名商人無利可圖，便將個資外洩，導致其他外賣寶物的愛心盟盟友在盟內被質疑。不過有另外一位網友針對這篇文章進行了反擊，怒斥發文者斷章取義、造謠跟腦補，並且批評為什麼文章作者不把群組的前後文完整的截取出來。這名反擊的網友認為，群組的對話明明就是解釋小窮神練等比較慢的原因是什麼，其實就是在研究如何打王，根本不是故意在貶低。另外呢，他也有提到小麥退遊之後有說啊，他會把遺物賣掉，然後捐出去。同時也有在直播中抽獎送觀眾。接着留言區文章作者也有跟其他的網友進行激烈的攻防戰。首先是不認同文章作者的觀點與行為，主要是認為交易群是該名商人的，人脈也是他找的，不爽群組的規矩大可退出，沒有人強迫要加入。在群組裡喊數字網交易會被踢，本來就是人家主人定的規矩，不需要特別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去公審人家。另外，交易群組裡面大部分的人買賣都是自己來，代保也只是提供一個明碼標價的選擇，嫌人家手續費太貴，你可以不要找他。不過文章作者也反擊了，他澄清自己從來沒有說過商人強迫大家代保，只是單純把行為公布出來。會發這篇文章主要是因為看不慣該商人滿口仁義道德，並且說要減少詐騙，但是代保競標的手續費用卻越收越貴。另外，實況主小麥本人也回應文章作者，說該名商人啊根本沒有在群組裡面謠傳任何的事情。再來，沒有多久，故事的主角就出現了。他表示自己的態度是這樣的：有需要代保競標的可以找他，但是沒有強迫誰說一定要找他。代保競標純粹是讓玩家自由選擇的項目，並且也解釋為什麼數字網會遭到禁止。因為數字網除了不能競標之外，交易完成還會扣手續費6%，最重要的是價格混淆，數字網的售價會跟競標的價格不統一。接着還有另外一位網友表示，職業商人也只是玩天堂的方式之一，工作室只是純粹追求利益，然後職業商人是看到遊戲內有交易詐騙的事情持續發生，所以站出來做雙方買賣的保障，本質上是一個服務性質的工作，並且質疑文章作者發文的動機，
是要收集資料提報給官方詐騙多的遊戲環境，還是單純想要攻擊一個玩家而已？接着就是韓服玩家針對官方提升物品掉落，還有新增裝備掉落的看法。不過昨天發布更新影片後啊，留言區有不少人都說物品掉落明顯有提升，也有不少人打到新裝備。但是韓服玩家似乎不是這麼認為的。韓服玩家說物品掉落根本沒有變好，為什麼官方說要讓玩家體驗到打寶的樂趣呢？在維護完畢之後去打10人妖精，大概都給30到70塊左右的金幣。他說他已經在這邊打了6個小時，目前體驗結論就是怪物金幣數量降低了。然後官方宣稱防卷的掉落率提升，但是他打了6個小時，卻一張防卷都沒有。不過他說他會繼續打下去，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調整。接着呢，底下就有一些網友回復啊，奇岩地間打地獄犬確實金幣少了一些，而且巫術魔法杖更是一把都沒有看到。還有玩家表示啊，夢島的錢也縮水了。接着是象牙塔的金幣也變少了，幾乎所有獵場的金幣都被下調50%左右。還有玩家表示，居然有人會去相信官方的公告，這個才是真正的笑話。請認清，這就是 NC 的正常發揮，所以也只能繼續玩下去，不然該怎麼辦呢？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東西可以相信，你怎麼會選擇去相信 NC 呢？反正韓服玩家呢，終究是覺得官方在玩文字遊戲啊，不管他說調整了多少，或者是上調多少，基本上對於玩家來說都是沒有感覺的。但是這波的更新，台服玩家不少人都表示非常的有感，所以呢，會不會是韓服基本上他們的掉落率就比台服的高，然後他們這一次的更新其實都沒有任何的調整，只有調台服的掉落率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，感謝大家觀看。大家對於遊戲內的職業商人有什麼看法？還有物品掉落率，大家的體感是如何呢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。